皇子闯入皇后寝宫，不顾皇后怀孕，就想将她强行占有，却不料这一幕恰巧被老皇帝撞见。下秒，女人身下竟流出大片鲜血，皇上气急败坏，愤怒地将儿子抓起来。原来女人名叫丽恒，本是离戎国尊贵的公主，却在大婚之日被夫家灭了满门，沦为晋国最卑微的奴隶。为了给父母报仇，她委身嫁给比自己大20岁的晋王。晋王更是不顾大臣们的反对，执意要娶这个被他灭了国的女人。可并非寡人荒淫无道有夺人所爱，是那离戎姐妹诚心说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国君是强者，是真正的强者。在这个群雄争霸、弱肉强食的时代，只有强者才是可以依赖的。说完，他把重耳之前送给他的勋还了回去。破碎的勋就如同他们的感情，再无牵连。为了折磨重耳，丽恒不念旧情，当着众人的面让重耳跪地唤自己一声母亲。从今日之起，重耳必定会恪守母子之情，代行母亲能够谨遵其父。还让重耳作为迎亲使者护送自己，让他亲眼看见自己嫁给他的父王。丽恒深知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，可为了复仇，他不后悔。当他准备拿出事先藏好的毒药时，却发现药早已被重耳拿走。重耳，你带给我的只有其父之一夜过后，晋王精神抖擞，丽恒质问重耳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计划。不劝你趁早放弃自己。那你尽管防着我好了。防得了1日、2日、10日，防得了一辈子吗？可重耳却劝他路是自己选的，既然选择嫁给父王，就要好好生活。你告诉我，如何与仇人好好相处？如果放下血海深仇，只顾一人脱案。重耳告诉丽恒，他已求父王放过离戎战俘，他只能做这么多了。看着重耳还在乎自己，丽恒竟怂恿重耳杀了晋王，然后自己当王。俩人还像曾经一样一直在一起。重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庶女，我们2个人一再无可能。怎料重耳和齐姜打闹的场景，正好被丽恒撞见。重耳公子好体贴呀，齐姜被国君禁足，你却还能带他出来散心。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怒不可遏的丽恒打了重耳一巴掌，随后又推倒了齐姜。你怎么样打我都无所谓，但你不能伤害他。我撞破他的手臂，就算伤他，那你将我的心撕碎，将我的国撕碎，还杀死那么多人，想过我的感受呢？重耳想说什么，但看有人监视，只能先离开。隔天，为了复仇祸乱晋国，他提议晋王给3个儿子选妻，邀请诸国公主到晋国遴选。是我，你不是爱齐姜吗？我就是要拆散你，让你们跟我一样沉浸在痛苦当中。重耳知道丽恒并没有放下仇恨，这样声势浩大，邀请诸国公主，万一出了差错，必会引起大乱。于是他联合2个兄弟求父亲收回成命，并把其中的担忧一并说了出来。就在晋王有所动摇之时，怎料丽恒却突然出现在大殿上。此番为3子一婚，是离恒所召，原本是替君分忧的分内之事，不料却受此猜忌。说完，拿出夫人玉玺以表忠心。没想到丽恒装可怜博同情的样子，竟成功骗过晋王，并将遴选之事全权交由丽恒管理。然而深爱重耳的齐国公主此时却有了危机感，她找丽恒同意自己参加遴选。堂堂一个齐国公主，站在台上像瓜菜一样被人挑选，我劝你不必这样委屈，因为我不会让你如愿。谁知遴选当日，3个公子竟无故缺席，让丽恒丢了面子。他提议晋王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让晋王做主给几个儿子选妻。您身为主母，尽管直言，不要有所顾忌。丽恒故意拆散他们，将齐姜许配给太子申生，随后又将周国公主许配给重耳。然而这样的分配让晋王很满意，立即向诸国分发婚书。怎料忧心忡忡的齐姜却看见重耳和周国公主在桃园见面。你真的很像我的母亲。他求重耳帮助自己离开周国，去过自己向往的生活。俩人亲密的举动瞬间让齐姜误会重耳变了心。回到家的齐姜开始心不在焉，怎料丽恒却幸灾乐祸地羞辱一番，挑拨他和重耳的感情。你我都成为了过去，周王姬才是他的新欢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何止被他利用过1次？连那可怜的宫女，还有隐藏在晋国的你们齐国势力，还不都是因为你被他解除的？自始至终都是齐姜追着重耳，而重耳却从来没有说过爱他。齐姜信以为真，连夜出走，一个人在客栈喝着闷酒，怎料却被2个流氓盯上。小美人，孤身一人陪我玩了吧？我真是乱了。当他再次醒来，重耳已经在他身边。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了，我以为你永远不要我了。小强，你记住，你永远的心
永远都不会不要你。终于亲口承认喜欢齐江，俩人的误会也终于解除。怎料就在他们回城途中，却遇见了一大堆黑衣人刺杀，顿时乱箭横飞。幸好齐江哥哥带着士兵及时出现，才解决了危机。然而重耳却从杀手身上发现了晋国禁卫军独有的标志，他知道一定是厉恒所为，于是他警告厉恒：厉恒，你听好，他是我想要保护的人，是我心里的人。如若真的危及到他的性命，我绝不轻饶。兄弟三人一同穿着校服上朝，以为母亲守孝3年为由，拒绝了晋王的赐婚。临别时，周国公主感谢重耳给他父亲写信，自己终于能离开周国过自由的生活，并表达了对重耳的爱意。天儿，我告诉你，这普天之下，从我重耳眼前走过的女子，这么厉害？只是这一次夷吾却被齐江耍得团团转。如果得知宋国公主长得如此美丽，他是说什么都不会配合哥哥们退婚的。这位美女是？你不是见过吗？宋国公主啊！不可能啊！这宋国公主明明是一个蓬头黑齿的丑女。被我周到过来。小儿，你误我终身。看着齐江开心的试着喜袍，厉恒恨得牙痒痒，自己不好过，又怎能让他们如愿？一壶硫酸浇在花上，瞬间枯萎。若是齐江变成了这副样子，重耳还会娶她？婢女小心翼翼拿着硫酸，却没按计划径直泼向重耳。千万别碰我！千万！我身上有毒，别碰我！女人瞬间惊慌不已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，这竟是妹妹捣的鬼。毁了齐家，只会暂时消除了你的情恨，对复仇又有何意？只有我的重耳才叫复仇。怎料毒性很快蔓延到五脏六腑，重耳危在旦夕，齐江只能带他寻找世外高人天昊。然而厉恒并没有停下复仇的脚步，为了提早报仇，杀了晋王。他和东山高洛氏串通，在东山祭祀祈福时，厉恒姐妹带着公子，假意被对方掳走，引晋王亲自出兵。怎料晋王竟派儿子申生出兵，这也不由得让厉恒想起晋王的虚伪。晋侯到底是冷血，平日那么宠爱2个幼子，关键时刻他倒是不敢犯险来救。他承诺高洛氏夺国成功，奖励他晋国10座城池。面对这么大的诱惑，他们对申生痛下杀手。就在申生慌忙逃跑时，却不小心踩到陷阱，绳子瞬间将他吊了起来，随后带尖的竹子朝他射来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重耳突然现身将他救下，来不及叙旧，兄弟3人会合，终于找到了高洛氏老巢，并成功找到厉恒姐妹。重耳知道一切都是厉恒设下的局，但他还是愿意给厉恒一个机会，让他忘记仇恨，带着弟弟到宋国，希望厉恒能够化解戾气，过上平静的日子。处理完事情，重耳并没有回到晋国，而是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齐江。劫后重生，俩人紧紧相拥。原来重耳跳崖后被天昊救起，并将毕生所学悉数都交给了他。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的一念之仁并没有让厉恒姐妹悔改。他们再次返回晋国。隔天，宠妃偷偷在太子送来的鸡肉上下毒，本想毒死晋王为父母报仇，不料却被贪嘴的小儿子吃下。怎么了？吸血！吸血！瞬间七孔流血，昏迷不醒。是鸡肉，太子于毒害国君，在肉中下了毒。厉熙立马逮住机会，诬陷是太子想毒害晋王，才连累了吸气中毒。国君，这个弟子果真有弑父之心。气急败坏的晋王立马包围了太子府，并让他在天黑之前拿出解药。重耳为了救出太子冲到殿上，却没想到恶毒的女人为了除掉太子，不仅不拿出解药救治儿子，竟还阻拦重耳施救。让开！谁拦着我，谁就是凶手！经过救治，小公子终于安然无恙，可俩姐妹却没有罢手的意思，而是抓着下毒的事让晋王治太子的罪。没想到重耳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他切下有毒的肉放在嘴里，以此来证明肉本身没毒，而是宫里有人在肉表面下毒。此毒药腐蚀性极大，下毒之人的手一定会被腐蚀。怎料扛不住压力的婢女终于承认了罪行，竟把晋国夫人指了出来。奴婢不敢胡言，是李靖夫人命奴婢。贱婢，你敢污蔑我！虎毒不食子，我怎么会为了嫁祸太子而害自己的孩儿呢？此时的晋王心碎了一地，他没有想到自己当宝的女人却一心要杀了自己，而厉恒也不愿伪装下去，一股脑地说出了这些年的愤恨。从我临生被命，君自焚教者，我母亲惨死的那一瞬，我就一直无时无刻不想要杀了你。晋王以为俩人生活这么多年，又有了共同的孩子，厉恒会感化，却没想到厉恒心中只有仇恨。他想知道厉恒有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感情，没想到厉恒却坚定地否认了。我怎么可能对伤害我父母、灭我家国的仇人有感情？一丝一毫都没有。
深爱厉恒的靖王非但没有治厉恒的罪，反而拿出匕首交给厉恒，让厉恒杀了自己为父母报仇。攻打丽荣国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，只要厉恒能放下仇恨，就算要了他的命都可以。谁知厉恒还是不忍心下手，怎料靖王却抓着他的手刺向自己，希望厉恒能够解气原谅自己。不仅如此，靖王还要把厉恒的孩子立为太子，把晋国交给他们母子作为补偿，晚年只想和厉恒快乐度过。可即便是这样，终究还是没有感化厉恒，殊不知这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。为了毁掉晋国，厉恒妹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把他们哄骗到一艘船底漏水的大船上，甚至连自己的2个儿子也搭上了。很快这艘大船沉入海底，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晋王命大，竟被太子舍身救下，2个儿子也安然无恙。即便晋王应允让儿子当太子，可为了除去障碍，他们诬陷晋王2个儿子重耳和夷吾，在船上做手脚谋害晋王，如今又要谋反。双目失明的晋王被俩姐妹蒙骗，下令追杀2个儿子重耳和夷吾。齐姜为了掩护重耳逃跑，身中数箭掉下悬崖，